那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口：“你说我的灵性老师是李先生，那我到底要跟他学什么？”系府沉思一会儿，才慢慢开口：李先生甚至在面对他最不喜欢的人面前，依然选择捍卫对方的尊严。我皱起眉头，什么意思？系父看着我，一字一句说道：纵使他不喜欢这个人的所作所为，他也能够理解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心里某个东西被轻轻推了一下。我自认不是坏脾气的人，但回头想想，光是在心里偷偷批判别人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很差劲，我这辈子已经做过几千次、几万次了吧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派这个李先生给你的原因。媳妇说，因为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护全他人，没有私人的爱恨，只有理解跟体谅。媳妇停了一下，又说，李先生曾说，他看过太多陷入枷锁的人无法自拔，于是选择偷鸡摸狗，胡作非为。看着看着，他理解了他们的身不由己，所以他只能收回个人的批判，因为他们是情非得已。我听到身不由己这4个字的时候，心里微微一动。我突然想到一些人，我以前看不起的，我觉得很讨厌的，我曾经在心里狠狠判过的那些人。如果我真的去看他们的人生，他们的家庭，他们扛过的事，他们没得选的时刻，我凭什么说他们应该要怎样怎样？我不是他们，我只是刚好没走进那个处境。媳妇说，不批判，这是他可以给的最好的礼物。不批判，我把这3个字默念了一遍，它听起来那么轻，轻得像没什么。可是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最稀有也最昂贵的礼物，往往就长这样。我们从小到大被别人批判过多少次？老师批判，长辈批判，朋友批判，陌生人批判。最惨的是，有时候我们还会自己批判自己。如果有一个人光只是不对你做这件事，什么都不用多做，对你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惠。我以为师父讲完李先生的故事就结束了，但他没有。他停了很久，然后语气变得很慎重地说，当有一天你真的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记住我今天讲的一句话，你不要害怕告诉我，我不会去批判你，我不会用道德之眼去看待你，但我会协助你怎么解决问题。我喉咙有点紧。OK， 我会的，我说，然后忍不住补了一句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是一个做不了坏事的人。但师父只是轻轻笑了一下，那笑很淡，几乎不像笑，比较像是孩子，你还没见过世面的眼神。媳妇说，当你面临到那个道德尺度的艰难选择，甚至说当你已经犯了道德的戒条的时候，你内心那个煎熬，那个罪恶感在折磨你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想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讲，但是你会害怕，找的那个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转长、很除瘦的人，或是批判你怎么那么丑陋，那么卑鄙。他看着我，再说一次，当你有一天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想到我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绝对、绝对、绝对不会用批判的话语、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你做的这些事，绝对、绝对、绝对。他说了3次。
我突然鼻子有点酸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话。万一你坏掉了，我还是会在这里。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这时我才知道，真正的慈悲是不以道德高位去审判他人的脆弱，而是愿意在对方最丑陋的时刻依然伸出手，协助其处理现实的困局，而非仅仅得予挫拔。当羞耻感被理解与接纳所叠紧，犯错者才有勇气面对过失，重新修正生命的轨道。师父花了一整晚讲了李先生的事，讲完之后，他自己也把这份礼物当着我的面递到我手上。你不要害怕告诉我，这就是那份礼物。我突然懂了，他不是在教我这个道理，他是在示范这个道理。我也许这辈子做不到李先生那样的高度，但我至少知道，当别人在我面前露出他最不堪的样子的时候，我可以做的最珍贵的事是什么都不做，不转头，不皱眉，不在心里批判他，就只是好好的、安静的待在那里。我这一生要练的就是这件事，把那份礼物继续传下去。